欢迎各位同学再次来到深度分析知识本质绝对硬核的教育老丸子教室。前几期视频，我一再的提到一个华尔街巨头的名字，就是摩根大通。为什么就不停的一再的提摩根大通呢？摩根大通从1838年到1990年，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金融帝国。一部摩根史其实就是美国华尔街百年风云的缩影。摩根财团这长达1个半世纪的兴衰的历史，就是现代金融业的崛起和更替的历史。1838年，同学们对这个数字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一个概念？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而当时摩根财团已经从美国的华尔街开始玩金融，沧海桑田，世事变化。我们还头上盘着辫子的时候，华尔街的人已经开始研究金融，所以玩金融的想财富自由的人都应该知道摩根财团。摩根大通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金融机构之一。你可以通过了解摩根的历史，了解美国的整个金融体系，了解他们的过去，也能了解他们的现在。虽然摩根大通没有以前那么辉煌，但是华尔街的那些新兴的金融机构，像贝莱德和惠渡，他们很多的高管都是从摩根大通和这些老的金融机构跳槽到这些新的新兴的金融机构来，他们历史是有传承的，金融不是凭空诞生的。就像中国，它哪怕有了 A 股股市，有了深圳股市，但是他们有而不算金融，因为这和金融是需要历史的沉淀。所以深刻的了解了美国金融史呢，就可以铺平你以后财富自由的道路了。张宇老丸子认为也就是我老丸子，我认为目前主流的经济学、金融学的理论是基于西方特地的历史经验而沉淀下来的，特别是金融学。经济学没有多久，也是通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始才发展起来的。金融史、金融学就更加的后现代，也就是更晚了。所以同学们，如果你仅仅是了解金融学而不了解金融史的话，是不能深入剖析其形成的历史土壤的。因此，如果你想要财富自由的话，一定要对西方金融史有一定的了解。我们不说研究，一个视频可以让你有所了解。金融学在大学是一个本科阶段是要学4年的，硕士、研究生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仅通过一个视频有个大概的了解，长期订阅我、关注我之后，我会在各个层面，从经济学、金融学、从币圈、从美股、从美债，都可以让你对金融有所了解，形成自己的一个框架。那么我们今天讲要的是了解西方的金融史，这个切入点就从摩根大通开始。首先，张宇老丸子要先从工业托拉斯的出现开始。工业托拉斯的出现就代表着华尔街摩根的崛起，在华尔街的摩根的领导下，一步一步走到如今。要弄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讲，我们首先要看美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19世纪末，也就是1890几年、1880几年，那时候我们还属于清末呢，辫子还没剪掉的。这时候，美国已经完成了一次工业革命，并开始了一场以钢铁、能源、铁路、航运为主的重型工业革命，也就是重工业革命。包括后期的苏联斯大林的时代，他们最着重发展的也是重工业，他们去剪农民的剪刀差，剪轻工业的剪刀差，就是为了发展重工业、重型工业。而美国在我们清末的时候，已经开展了这种钢铁、能源、铁路、航运为主的革命。重工业革命具有资本密集型，对投资的要求比较高它有资本密集型的特征在。但是在那个时候，资金是非常匮乏的，也就是资本匮乏。而那个时候，美国国内的大公司其实不多的，那当地的公司是非常的弱的，不像如今的美国那么强大。那美国为什么这么强大？1战、2战都在欧洲爆发，美国是独善其身，通过这些战争不但发了战争财，而且本国只被珍珠港炸过而已。本国基本上美国本土是没有被战争危害过的，直到911也不过是几架飞机飞过来的。这都引起美国巨大震动，美国本土基本上没遭受过战争侵害。那么当时的美国的实力还很弱，他们根本不可能靠自己的资金、自己的力量来筹集资金只能靠谁呢？华尔街的信用。换句话说，华尔街掌控着稀缺的资金，掌握着工业企业的命运，让整个行业都要为华尔街所驱使，这就是资本的力量。但是那个时候，华尔街只是间接的影响了这么多的行业，而不是真正的商业活动。但事实上，华尔街在美国的经济中真正的操盘者正是谁呢？皮尔·庞特·摩根，也就是摩根集团的领袖，也就是老摩根，一个传奇的人物。其中一个呢，就是他建立起了美国最大的托拉斯机构，包括美国的铁路托拉斯、钢铁托拉斯，还有海运、国际海运托拉斯。那么也许你会觉得纳闷，为什么摩根这个银行家要成立一个工业托拉斯呢？一般情况下，如果这些产业资金聚集在一起那么很有可能会削弱资金的实力，也会削弱金融资本的实力。那时候美国的工业投资过度，也就是过热了在经济学上就是投资过热，竞争非常的激烈。比如说火车，作为19世纪的互联网的铁路现在大家是信息社会信息爆炸时代，但是当时的互联网也就是铁路，美国和英国之间怎么联络了？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以后讲一讲，就是铺海底电缆，那个就不属于今天所聊的话题了，以后再讲。这个故事也非常的有趣。铁路是当时最为活跃、最受资金欢迎的工业。那时候，美国的纽约的股票中有60%都是铁路公司也就是如今的纳斯达克了美国人民为了一夜致富，都争先恐后的买入铁路的股份，而各大铁路公司为了争夺垄断的地位，铺设了大量的铁路线。例如，在圣路易斯与亚特兰大的20条铁轨上，这个各大铁路公司都在进行着激烈的价格斗争。其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大批的铁路企业纷纷的倒闭，而中小投资者则损失惨重。这个就是最早的金融危机的雏形。
因为当时摩根领导的华尔街银行集团负责发行这些铁路的债券。同学们啊，清末的时候我们还盘着辫子的时候，已经有铁路债券了啊。因此，愤怒的民众就将怒火发泄在摩根的手上。那摩根公司因为多年经营的企业声誉受到了严重的损害，金融危机对摩根来说是件什么事？坏事？是好事，因为其最大的竞争者已经破产了。摩根集团呢，也因此一跃成为美国金融领域的第一股势力。不过老摩根根本就没有忘记。因为这个惨痛的教训太深刻了金融危机带来的惨痛教训，他一生都没忘记。于是他决定以托拉斯的方式来清理铁路行业混乱，从而防止恶性竞争。那老摩根是怎么做呢？一开始老摩根就是靠自己的权势力量社会影响力。其实资本主义社会看钱不看权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就是看权有权就钱。资本主义国家有钱就有权。我个人认为有钱变得更有权，这个是合理。为什么？钱可以奋斗来嘛。权力基本都是世袭的这个话我们就不属于今天讨论范围这个可以以后专门开一期节目讲。总之，老摩根就是靠自己的权势，在海盗号的私人游艇上召集了几个大老板坐起来，签署了一个君子协定，成立了一个托拉斯，这个就是所谓的海盗号协定。不过很快他就会发现这种办法并不管用，总会有人偷打架来破坏协议，所以老摩根决定亲自出马，将已经倒闭的铁路公司重新整顿，让自己的合伙人也就是合作伙伴进入公司的董事会，那这样才能保证公司的控制权。那这个历史进程就被称作摩根化的美国铁路。就这样子，老摩根就掌握了数十个铁路公司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铁路托拉斯。同学们知不知道四川的保路运动刘少奇曾经就参加过这样的运动。铁路非常重要不要说在那个时代清末我们中国也因为铁路爆发了很多革命，甚至间接的推翻了清政府。有机会我们讲讲历史那么摩根大通当时的总收入是美国政府财政收入的多少呢？1半。而且老摩根还想出一个股权信托，让自己的权利就更上一层楼。什么是股权信托呢？同学们，金融课又要开始，大一下没用的金融知识又增加。股权信托就视频看了这么久，让我们休息一下，茫茫人海来相遇，用力的按下订阅按钮，不要犹豫，让我们此刻岛屿变成今后的长相聚。订阅完了对吧？我们继续。股权信托就是把股份交给银行，由银行代为行使股东权益，于是银行就成了许多小股东的代表，对铁路公司的控制权就更上一层。那1900年这时候老佛爷还死了，华尔街银行集团在老摩根的领导下，几乎完全掌握了美国的铁路。到现在，同学们对摩根公司的托拉斯有什么看法？我们群里面的同学的认知都比较高这一路跟着我来学习这些金融知识，当然是有进步的了。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自由竞争是好事，垄断是坏事，成立托拉斯是一种历史上的反动。然而呢，实际上由于是铁路的这种本身就有天然的垄断属性，在这种情况下，上百家小型铁路企业在市场上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这其实不仅影响了铁路的正常运行，而且也影响中小投资者的权益。举个例子，很简单。比如说我们在中国福建省和湖南省如果相互掣肘，说你的铁路只能修到这里，过了这条界，比如说福建和湖南没交界，那福建和江西2个省份之间相互掣肘，不让修怎么办？这铁路修一半怎么办？那它意义就没有了嘛？那这个就是中国大一统的根本上的原因在这个不再讲。总之，仅就铁路这种模式来讲托拉斯实际上是更有利于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也是更有利于美国发展的。那么摩根铁路的托拉斯在客观上极大的提高了美国铁路经营状况，保护了少数股东的权益，而美国的这个摩根财团也在这一次的事业当中迅速的扩展了自己的影响力，成为美国最强大的经济霸主。在铁路托拉斯获得巨大的成功之后摩根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在1901年成立这个钢铁托拉斯公司钢铁对铁路来讲太重要了，铁轨都是用铺的嘛。当时摩根在这个市场上价值是美国工业总资产的1/6。在当时他与卡内基签署了收购合同之后，老摩根向卡内基表示了祝贺，恭喜你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这个卡内基不是写人性的弱点卡内基其实是2个人是铁叔卡内基策卡内基的热点当时就有了。在1902年，老摩根还成立了另外一个海运托拉斯，创造了全球最大的私人船队。那老摩根通过与铁路托拉斯还有这种航运托拉斯的联合，掌握了美国与欧洲的重要运输网络。同学们，你现在有没有觉得这个人很像谁呢？像不像这个天天在发火箭的马斯克？历史总是在不断的重演当时能把这个欧洲和美国、北美洲联系起来的人可是不得了的。如果马斯克能把他的火箭、他的星舰跟火星联系起来，同学们，是不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如果星链还能够用狗狗币来打赏的话，来支付的话，是不是更加的充满了想象力呢？老摩根掌握了美国与欧洲的重要航路。这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起一部电影《泰坦尼克号》？泰坦尼克号，台湾叫铁达尼克号，是老摩根亲自授权建造的。泰坦尼克号是老摩根的船运托拉斯，原计划是参加泰坦尼克号上的首次航行的，但是他由于临时有事，就不得不取消此次的航程，从而逃过一劫。所以同学们，你看，往往这种金融巨头、首富、有钱人、掌握世界顶级权力的人，他会有很多的运气伴随着他。逃过这次劫难之后，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老摩根通过建立了3个托拉斯，分别是哪3个呢？铁路、钢铁和海运，从而对美国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那么华尔街的银行家也跟着他紧随其后，融入到了摩根集团摩根财团，成为一个庞大的行业托拉斯集团。那章鱼老丸子，我就是将这个时期称为叫做领主时代啊。那我认为华尔街银行家是由老摩根领导的工业托拉斯的诞生，其实这标志着华尔街在摩根领导下的力量的兴起，也就是代表现代金融的崛起啊。大家看到清末的时候，他就开始玩股权信托了，同学们。老摩根成立了3个托拉斯，牢牢掌握着整个行业，并成为当时美国最有影响力的金融资本家。而20世纪初的摩根集团尽管在美国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在全球的政治和经济领域呢，却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但是随着一战到来，摩根财团迎来了一个空前的机遇刚才我们节目之前有预告过了啊。摩根财团在全球范围内之所以能够一跃成重要角色，有2件事情非常重要。首先，众所周知，2次世界大战对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欧洲强国在这些战争中，2场战争中是损失惨重。前面一开始我就说过了啊，美国从而获得最大的收益啊，鹬蚌相生，渔翁得利。2场战争使美国从它的经济危机中这种衰败中恢复过来，并且最后取代大英帝国、日不落帝国，成为世界新的统治者。世界经济重心从伦敦开始逐渐移向纽约、华尔街。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从传统的闭关自守转变为主动介入国际事务，力求建立一个美国主导的政治体系当然这是世界范围的政治体系摩根集团跟美国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们成了政府的幕后黑手、台主大金主。摩根财团还做了2件事一个是插手欧洲的事务，将欧洲的金融市场交给美国；第2件事呢是帮助美国在第3世界吸取利益。这个就要从1战开始说了。1914年夏天欧洲就传来了战争的消息，美国民众惊慌失措，股票价格大跌，就像前几天伊朗给以色列击颗导弹，就导致比特币破了6万，将近破6万当时就是这种情况了。所以历史就是在不断的重演。那么股票价格大跌，你觉得美国的这些人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呢？摩根的合伙人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呢？摩根的合伙人这是异常的兴奋，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那时候老摩根已经死了，他的儿子摩根还是另外一个摩根，小摩根继承了这个位置。跟老摩根不一样小摩根不会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他成立一个精明能干的合伙人团队，戴维森和拉蒙特在当时的摩根大通经营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1次世界大战开战以前美国一直是国际金融的债务。那么由于工业发展需要资金，美国公司纷纷的前往欧洲发行国债。摩根集团之所以能够成为华尔街老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是在英国起家，在欧洲的影响力也非常大，可以为美国的公司筹集到大量的欧洲资金。1战后，欧洲的资金非常的短缺，资本短缺，只能从美国那里借债。向谁借钱呢？那自然是他的老朋友摩根财团了。例如，美国政府以摩根财团为财务代理人，向其索要1亿美金的贷款当时的1亿美金跟现在不是同一个概念用这1亿购买战略资源。英国政府也向摩根财团提出了请求，希望他们能够大量的购买美国的武器。出于公平的考虑，摩根财团就决定设立出口部，以防止其他国家对美国物资进行掠夺和争夺还有这种开物价。在这里补充一点，第1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俄3国联合起来的联军，他的敌人是德国和奥匈帝国在第1次世界大战中，摩根财团从盟国手中购买了3亿美元的战略资源，这也是美国向盟国销售的1半那摩根大通成立了世界上最大的买家，整个美国的商业巨头都争先恐后的想跟摩根集团谈一谈。而摩根集团则是在美国发行了大量的国债，由于美国的供应和设备的持续供应，盟军最终取得了胜利。武器的供应那一些人相信摩根集团是盟军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大贡献者。就像刘邦赢得了天下，他把功劳很大一部分是归咎到萧何的，因为他助后勤嘛。最后尽管最后的胜利者是薛国，但是摩根大通这个集团这个财团跟美国政府却是最大的赢家。这次战争使得美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工业重要的事情像商变，而且它的贸易还盈余了。但是欧洲却只剩下一片废墟。1战打完已经打得快残了，还没完还有2战当时1战他们就留下了传言和断臂，还有大量的外国债务。到了1战的末期盟军对美国的战争负债高达100亿法国和英国分别为40亿和30亿，美国一夜之间成了欧洲最大的债权人。欧洲国家对美国的态度都要谨慎谦卑了，欧美2国的力量平衡都要倾向于美国了。而摩根财团不仅拿到了一大笔的佣金，而且还超过了巴黎银行，也就是罗斯柴尔德银行。这些老牌的欧洲银行已经被摩根财团打败了。2战结束以后，摩根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刚才说过了，拉蒙特在巴黎和会期间担任了美国代表团的财务顾问摩根在这场会议中的影响力是无孔不入，甚至有人抱怨巴黎和会就是摩根集团在主持了。摩根集团不仅参与到欧洲的事务当中，而且还协助美国赢得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控制权，同时也是美国在第3世纪获得利润的最前线的海盗兵比如说美国的后援就是拉美地区摩根集团在很久以前就开始插手了。而美国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也是老摩根的功劳美国政府是花了4000万美元从法国手里买下了运河的开凿权，
摘凿权啊。这个巴拿马这个独立计划就是为了脱离哥伦比亚成立巴拿马共和国，于是美国就把英法的力量都排除在外，把运河永久租借给了巴拿马。自那以后，巴拿马运河就被美国垄断了近1个世纪100年。老摩根是怎么做到的呢？这说来也有点话长，我们长话短说。首先，他资助美国政府4000万美元收购什么呢？钻机钻头的钻，并且亲自监管金条的运送，他确保了这笔买卖的成功。之后，摩根集团在美国担任了巴拿马政府的金融代表，接受美国支付给巴拿马的赔款，并对其进行投资管理。因为这个进程中，老摩根扮演着举出，但是这是一跳回去了啊，他的老摩根还在世的时候。一战前老摩根扮演着举出轻重的角色，所以他被誉为罗斯福掌管巴拿马运河的会计。美国有2个罗斯福总统OK， 在亚洲、英、德、法这些老牌强国已经在这里瓜分了这些地盘我们中国那就被分的不能再分了美国是来晚了一步了，他就借助摩根集团来敲开大门。就拿我们国家中国来说，1909年，摩根财团组织了一支美国的银行集团和这种英法德的银行集团进行了谈判，要求平分利益。那由于老摩根的努力，美国得以与英法德并驾齐驱，并对其财政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掌控。10年后的1919年，欧洲国家还没有从第1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中恢复，那么美国就开始利用这个机会，在中国扩展自己的影响力。因此，摩根的联合创始人又是拉蒙特开始着手为中国建立第2个银行集团，试图在中国加强金融的控制。拉蒙特在上海遭到数百名爱国学生的攻击，这个事件最终以失败告终拉蒙特见自己在中国没有捞到任何好处，恼羞成怒，从而将日本作为摩根银行在东亚地区的最大客户了。在亚洲问题上，他完全站在日本这边。拉蒙特在9·18事变之后，曾为纽约时报写过一篇文章，为日本军国主义做了辩护。他说什么呢？他说日本人在东北保卫南满铁路，正如美国政府对巴拿马运河的保护那样，这是理所当然的。你说这是什么逻辑巴拿马人家拿回自己东西，南满跟日本有毛关系？你哪怕说满洲人拿回就可以。那这一评论对国际社会造成了很大的误导。由此可见，摩根集团是一家私营银行，在国际舞台上就扮演着公共的角色。那这个私人银行为美国和自己的利益不断的掠夺，不断的谋取。摩根集团和美国政府在外交上竟然有共同的利益点，但在内部问题上，他们经常会起冲突。其实这里面有一条线索，那就是美国和摩根集团之间的分裂纠葛。说来也是话长，这条线索要怎样的理呢？我们从这个兹拉兹蒂罗格尔法案开始说，有点绕口。它是美国金融史上最有名的一项立案，就是我这里要讲的第3个要点就是19世纪的后半叶到20世纪初的这种民主的时代美国的工业实力就相对比较弱的，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也是很有限政府是几乎不参与活动的。事实上，美国的经济大权都是在摩根领导的华尔街财团当中的手上的。但是由于美国的产业不断发展，政府财政实在是实力是不断的增加。同学们一定要把政府当成一个拳击台上的选手正常的国家是拳击台上的选手，政府是不能充当的，他只能做裁判。那么像中国这种国家，政府又是裁判又是拳手，那么你可想而知，民营企业打得过他们？打不过，他有权有钱嘛，对不对？美国这个阶段开始慢慢的身份的转变从拳击台上裁判有一点点往拳手这个方向走。反正就是由于美国的产业不断的发展政府越来越有钱那美国政府已经从小政府的角色转变为更多的参与到了经济治理当中。他们也开始强化金融监管、金融监督，就像币圈一样刚开始他们美国政府不管，但是币圈发展这个阶段的时候，赵成本就被约谈了 ，OK。才被抓起来。反正美国的目标是什么呢？是他们政府的目标是逐渐减少私营金融资本的力量。这也是摩根财团想要的结果。你是不是很难理解？下来看起来就明白了。因为每次金融风暴的爆发，都会让这个摩根集团和政府的矛盾冲突加剧。例如1907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华尔街过度投机，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但是说实话，摩根集团并没有参与到这场交易中来，因为摩根集团已经下死命令严禁任何投机活动，在这场危机中度过了危难。这时候还是老摩根的时代，他已经属于半退休的状态，半退的状态所以老摩根是一个运气很好，他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他在华尔街主持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救援活动，拯救了数十家券商企业。当时就券商我们刚才也说过还拯救了纽约的政府。那在这场危机中，老摩根扮演了一个英雄的角色，相当于次贷危机爆发了，美国政府无能为力，最后摩根集团大手一挥，替政府解决了这个问题。你说他肯定是个英雄嘛不过这次危机也向各国政府和民众表明，缺乏外部监管那种金融系统将会面临巨大的风险。华尔街的投机性使得美国10年一个金融风暴不能说总是来依靠摩根集团来救市的各国政府和人民都呼吁金融机构改革，终结金融机构的混乱而且要强化金融监管。那一旦出现危机，就需要国家介入。那谁会去干这事当然是央行。很难想象美国直到1913年都没有自己的央行，这也是当时唯一一个没有央行的西方列强。因此，美国这时候就设立了央行，成立了议会议程。美国不像大陆这些国家想有就立刻有，咱来通过议会了。英国有上议院、下议院嘛，但是当时的民众担忧假如由摩根领导的私营集团来掌管央行会怎么样呢？特别是在那个时候，老摩根就借鉴了英国的模式来建立中央银行。那这个中央银行就是英格兰银行，而英格兰银行当时本来就是一家私人所有的中央银行，这更加加深了公众的担忧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的长期的斗争，最后终于妥协了。美国央行由12个私人的地方储备银行来构建，但是在12个私营银行的上面还有一个中央的行政机构，
就是现在美国的美联储。上期视频我已经说过，美联储在全世界的美元潮汐能引起多大波动啊？所以这我的视频是环环相扣啊，同学们。那么美联储就设立在华盛顿。美联储的成员均为美国财长及总统所指定，但是我已经说过了，美国财长这些财长很多是摩根大通出来的贝莱德出来的高通出来的，都是华尔街的这些金融巨头、金融天才出来。那么当时的美国政府想借此与华尔街的摩根这种领导的力量进行一种对抗抗衡，掰一掰手腕。那按照这个计划，美国当时的总统是威尔逊，在1913年12月颁布了联邦储备法案。联邦储备法案同学们要记住，这是美国和摩根集团之间的第一场博弈。而事实呢，最后的结果是非常出人意料的，就是联邦储备委员会并没有真正削弱摩根财团的实力，而是摩根集团在这个法案当中操纵着联邦储备委员会，反而让其影响力不断膨胀。直到之后的一战爆发，摩根财团与美国政府在外交事务中珠联璧合，双方进入一段蜜月期。直到10年以后，1929年的金融危机和大萧条爆发了。前期的视频都说了好几次了，美国政府和摩根集团之间恶博弈才开始。第二次博弈开始了，大萧条是让美国的经济一蹶不振，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也被迫辞职了。罗斯福总统上任，第二个罗斯福，那他们就更有明显他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呢？就对华尔街进行一次非常彻底的调查。那时的社会舆论相信是20世纪20年代华尔街的银行家大肆操纵股票，欺骗大众，导致1929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但是美国的银行都是混业的这种混杂在一起，或者混合在一起，想混的混业经营，也就是一家银行既能做存款，又能做证券。如果没有监管，那会有怎样结果呢？这像不像币圈的交易所？又能买币，又能加杠杆，又能做合约，还能用 U 换成美元，理解吧？所以为什么不能做合约同学们？总之，当时的银行机构或者这些证券公司就像现在交易所一样，他们的贷款中存在很多不良资产就像昨天那期视频说过的FTX 倒闭也是这种原因，就是银行将这些不良的资产重组为具有吸引力的新兴市场债券，并通过附属证券公司向大众销售。同学们，这像不像次贷危机的雏形呢？1929年的大萧条已经预示了几十年后的次贷危机。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内幕交易摩根集团最辉煌的时候拥有110还是将近110个大公司拥有110个大公司，还有几个董事几位同学们，72个，大部分都是公开的，根本不能阻止摩根的股东进行内部交易。在他们的听证会上，最令人震惊丑闻是什么呢？是摩根集团通过证券交易进行的巨额贿赂，这在美国是无法想象的你想想水门事件那么一点事情，尼克松都要下台，克林顿跟莱文斯基一点点的性丑闻都要下台，同学们。1929年股票市场是一路高歌猛进，凡是打到新股的人都大赚一笔，而摩根财团则会将其手中的股份出售给那些政界、商界的精英们，让他们赚到更多的钱，持有摩根股份。美国总统，也就共和党和那种民主党的主席、财政部长、海军部长、参议员等等这一个行会清单震惊了当时的美国民众，愤怒地呼吁政府立刻对摩根进行制裁。罗斯福总统在格拉斯兹迪格尔法案上签字，获得了通过《金融时报》的一个重要条款，就是让银行业实行分业经营。一家银行可以作为银行，当然银行可以存款，但是也可以干嘛呀？投资银行。但是这之后两者之间只有一个选择。那这个做的目的在于什么呢？是降低风险较小的商业银行与高风险的证券进行分离，以保证广大投资者权益。参加币圈又能买币又能当主场比澳门赌博还可怕。干动不动给加100倍，肯定会爆发出问题的嘛。摩根是这两种商业模式最成功的结合体，也是该法案最大的牺牲品。但是摩根财团和希腊九头蛇海德拉一样，只要你把它头砍下来，它就会长出第二条了。虽然摩根财团四分五裂，分为 A 摩根了，摩根是当立了，之后又进行一系列并购，什么 JP 摩根就如今的摩根大通嘛，也是美国最大的商业银行，拥有了美国1/4125%的储蓄。摩根士丹利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行了。他的宣传口号是什么？神要融资就得向摩根士丹利求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是美国金融市场最著名的一部法律了金融市场最有名的一部法律它使美国金融业在历经了半个多世纪后的分业经营之后，什么时候取消呢？1999年。但是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美国政府一直呼吁重启这项法案，奥巴马和特朗普都希望重启这项银行。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的博弈还将继续下去，他们相互合作又相互制肘。那么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儿。如果你还想听华尔街的金融故事，想了解世界的金融史，想走上财富自由之路的话，很简单，订阅我们一起走上财富自由之路。Hello， 视频都看完了，你订阅了吗？闹铃打开了吗？点赞了吗？还来得及哦。